加强戒备。哥，箱子都是空的。看见杨孝林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快去找。好，快找杨孝林！是。仔细找。银子呢？早知道你们会来这一套的。不说什么，不说我就杀了你。就算杀了我，你们也不知道银子在哪儿。不相信我会杀了你是吧？你是谁？来救你的人。老爷，吃点吧。我知道你担心喜儿，可你多少也得吃点。这万一喜儿救出来了，你却累垮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夫人，这山东真是苦狼之地呀。我现在算明白了，皇上非要把我留在这儿的用意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儿揣测皇上的心意？皇上也不容易啊，也是为了江山社稷。这个地方再烂，就烂到骨子里去了。皇上让我留在这儿，
是在割烂肉啊！只有把烂肉割了，新肉才能长出来。哦，他动不了手，让你来动啊！这下好了，把我的喜儿跟七彩搭进去了。夫人，话不是这么说呀。身为臣子，理当为皇上分忧啊。你现在不是应该担心喜儿跟七彩吗？嗨，我不担心他们俩，我担心的是山东背后这张大网。我真是不懂你，眼下这么大的事儿还没解决，喜儿跟七彩在牢里随时可能有危险，你在这儿瞎操心。夫人，我不担心喜儿跟七彩，他们又没杀人，我自然有办法把他们救出来。哎，不过就是眼下在牢里受点罪而已嘛。希望他们少受点苦头吧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今天怎么那么大胆，就把那酒给喝了？这要万一真的有问题呢？哦，他要真有问题，我就不喝了。你早就知道了？嗨，喜儿在牢里都告诉我了，他早把那药给换了。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这关键是怎么才能救出喜儿和七彩？解铃还须系铃人。但那个柳强已经死了呀。还有李耳朵呢？算了吧，这李耳朵巴不得早点斩了喜儿跟七彩。他为什么不看呢？因为他压力还不够大。老爷，我怎么越来越听不懂你说什么了？夫人，我已经有办法救喜儿跟七彩了，但是什么？只差一个好消息。大人，怎么？有一个坏消息。混账东西！一帮官差让个山贼给耍了。大人，箱子是空的，我已经派人在找了。哼，不对，你说到山寨的时候，杨家寨已经是空的了，那他们是怎么得到消息的呢？当时刘墉的捕头也在寨子里面出现了，所以消息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的人泄露吧。那就没有可能是我们内部的人吗？我们的人？您是说我们的内部有内奸？有人从一开始就惦记着这批赈灾粮了。可是劫持官粮，那可是杀头之罪。山匪们如果不跟官人合作，他们绝不敢轻易这样下手的。况且，这批粮之内还有更重要的东西。里面有什么呀，大人？是官银。官银？这里面怎么可能会有官银，大人？哼！你以为刘墉到我们山东来是为了查案子啊？他是为了查人。大人，我真的不知道这批赈灾粮里面会有官银。刘墉到了我们山东之后，首先对日常钱庄下刀子，而且死盯着账本不放，很多人的神经都紧绷着。现在基本都坚持不住了，都想把贪腐的官银转移到安全的地界。大人，我真的不知道这批赈灾粮这么重要。现在知道这事情有多重要了吧？如果此事出了问题，牵扯到的不光是你我项上的人头，还有家人的性命，所有的人都得跟着倒霉。大人，我这就去查，一定查出来这批官，赈灾粮的下落。现在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吧？起来吧。我眼下就是不清楚，这刘墉究竟知道这事情的多少。我觉得刘墉现在肯定也在找杨孝廉。大人，我一定会紧跟着他们的动向的。
这杨孝林之前一定是跟他们合作，才劫持了官银，然后分赃不均，这才下此黑手，这叫黑吃黑。大人，我这就去查。好。大人，您是没看见？说真的，现场惨极了，箱子都是空的，杨孝林也跑了，而……这，他怎么在这儿？我抓他。子枫啊，啊，他说什么没有？我什么都问了，他回答就3个字：不知道。我跟他聊了，你们甭进去了，没事。你就是刘墉？对呀，你就是杨孝林。我听我手下说，问你什么，你都是仨字儿，不知道。我知道的都已经跟手下说了，那现在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换我也一样，我也这仨字儿，不知道。银子在哪儿？那哪能说呀？我也不问。那我现在可以走了？不能，因为要是说到谁要我脑袋，谁要杀我灭口的时候，那我就得说了。对不住啊，我还是不能说。那怎么帮你呀？用不着你帮。如果我要没命了，那谁也别想知道银子的具体下落。听着倒对。可是你知道那银子是谁的吗？啊，好东西谁都愿意吃，那得看自个儿有没有那副好牙。吃完您得兜得住，回头您吃进去了再吐不出来，再噎着就不好了。都是白花花的银子，我不嫌多，不想说。好，我给你算算，谁都惦记。啊，李耳朵算一个吧。啊，你从他手里抢的银子吗？李耳朵上边什么人，你知道吗？他背后什么力量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力量大到你想象不到。再有，你手里这么多银子，山匪路霸再想分点，朝廷通缉的江洋大盗再想抢点，你自个儿算算，你现在出去就是死路一条。这么多人惦记你这点银子，合伙的人才想知道银子的下落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分什么时候？等到他保命那会儿，就你这点银子，一文不值。说说吧，你合伙的是谁呀？你会把我交给李耳朵吗？你想吗？刘大人来山东之后，我听我的手下还有百姓说，刘大人您可是站在百姓这一边的。这都不说，我跟李耳朵有私人过节，无论是我保你还是放你，你都得见李耳朵一面。好，够直接。那我会死吗？暂时应该不会，因为你知道银子的下落呀，所以你是安全的。其实我也不想藏那么多银子，没有命花。唉，别惦记你那点银子了，杨孝林，那点银子在你来说是个数，在人家9牛1毛。来吧，谈谈合作吧。何水，过来。怎么着？
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直接命令。不是，那为什么不反着来啊？你扑空，我去抓他呀。那大人可能是怕你抓不着吧？毕竟你仅仅是个捕头。风太大，你再说一遍。没听见吗？我陈述事实啊。你别忘了，三品侍卫想当初被一群捕快揍了，心里留下了很深的阴影。现在伤好点了是吧？哎呀，我原来还觉着你跟那袁长春不一样，现在看来，这捕头也就仅仅是个捕头。这三品侍卫，也就是个三品侍卫啊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比划比划。哟，你还不服？那咱切磋切磋。来，行了，别来了。秦朗，你在这儿保护杨孝林，子枫跟我回去。啊。哎呀，这要是臧大人不信任我，我可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你是看得清清楚楚，为这件事情，我已经是筋疲力尽、尽心尽力了。这臧大人要是不信任你的话，这件事情就不能交给你去处理。结果你给弄砸了呀！这柳强的死，对我们来说是损失重大。他背后的商会、各大家族，现在都在追问这件事情的结果。放心好了。但是，这个刘墉他能善罢甘休吗？有证据，按照大清律法办事，他刘墉能有啥法子啊？上面对这件事情很是生气，一定要给刘墉一个下马威。那是。但是这事儿我总觉得蹊跷。请说。你给分析一下啊。你看，这个赈灾粮刚刚运出我临清州的地界儿，就被杨孝林给劫持了。那我们这边刚知道杨孝林的位置，我派人去缉拿，这人还没到呢，杨孝林就给逃脱了。他死了不要紧呢，这官银的下落也不明去向了。我怎么觉得这事儿中间，好像幕后有人在布局啊？就像一只黑手在推着这事儿呢。上次那个人查到了，你是怀疑臧大人身边有内鬼？不是，本事不敢。你尽管去找银子，其他的事儿啊就不用忧虑了。哎，赶紧去吧。哎，来人呐！怎么能把杨孝林交给李耳朵呢？咱们寻找官银的唯一线索不就断了吗？不把他交给李耳朵，怎么证明刘喜儿的清白？哎，我觉得应该还有别的办法。孟南姑娘不是正在找证据呢吗？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？这刘喜儿跟七彩已经被抓进去这么久了，你就不想快点把他们救出来啊？可这代价太大了呀！行了，别争了，我已经想好了，这件事情只能这么做，你才能把喜儿他们给救出来。那官银怎么办啊？杨孝林在咱们手里，他也不会把官银的下落告诉咱们。你把他交给李耳朵，倒有可能把第三方的人给调出来。刘大人，那万一咱们把人送过去，被李耳朵杀掉怎么办？咱案子线索就又断了。反正是有点悬，弄不好满盘皆输。但是也只有这么做，你案情才有可能进一步突破，顺便把喜儿赶紧弄出来，值得一试啊！大人，要不这么办吧，我呀把这杨孝林看死了，日夜守护，寸步不离。虽然明面上杨孝林给了李耳朵，但是其实给了等于没给。好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赶紧绑杨孝林，给李耳朵送礼。是。你
你们这是怎么捉住他的？齐郎，把人带下去吧。是大人。走。哎呀，刘大人呐，果然是你有手段啊！竟然就这么把杨孝林给抓到手了。那我马上派袁长春去接管此事。袁长，不急，李大人，经我查明啊，这个杨孝林跟柳强这是一伙的，他们雇佣林镖头等人在江湖上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呀。巧了，我这儿也有证据显示，这杨孝林跟那个赈灾粮被劫案也有关系。有是吗？可是他是七彩一案中的重要证人呐，他可以证明柳强就是七彩全家被杀案的幕后元凶。真的？这个畜生，千刀万剐都不解恨呐！所以现在证据凑齐了，所有证据指向柳强就是为了杀七彩而设了这么个局，而刘喜儿呢是为了救七彩而误伤刘强。是啊，现在证据已经齐了，那赶紧得审理。对呀。不过刘大人，这个杨孝林可是赈灾粮被劫案的关键证人，您什么时候把他交给我呢？我这不跟你商量吗？我看是不是我把七彩一案审完了，我再把杨孝林交给您呢？啊，那太好了。不过这个人可非常重要啊。不能轻易关押，以免节外生枝嘛。所以我建议把他押入死牢，这样比较保险一些。李大人说的太对了，这是重要证人，保护他的安全很重要。您的提醒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哎呀，您过奖了。另外，刘大人，这喜儿和七彩的案子，您来主审。但这个杨孝林，那毕竟跟赈灾粮被劫持案有关联。这个案子发生在我临清州地界上，您得理解我压力大呀，多体谅吧。上面等着我交代呢。况且，这么多赈灾粮被劫，那老百姓都得等着救济呢。是倒是，可是李大人，这个杨孝林处境相当危险呐，很多人想要他的命啊。您指的这个所谓处境危险是？您不知道啊。他跟我说，很多贪官污吏利用运输赈灾粮的路径，其实运的不是粮食，是贪污的官银。很多人要他的命啊，你说他不危险吗？真有此事啊？您一点儿都不知道？不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那这样，大人，这个还是由我来审这个赈灾粮被劫案。这个官银的事儿，您就多费心了。好，在看押犯人方面，我派我的人协助你啊，给你减轻压力啊。不，这不合适吧？毕竟在我的地界上，我有通省办案文书啊，你忘了？哎呀，那就太好了。其实我心里求之不得呢。好，那七彩的案子，我先审着。好啊，您定。好，就这么定，啊。好。杨孝林，你这话说的可是属实啊？大人，全部属实。正是柳强指使杀害了江清文全家大小。这次见到江清文，他就要灭口。还有，他手上的扳指，正是柳强指使林镖头在京郊外杀害江家大小所抢得。这都是他亲口所言。签字画押。邱仵作，你的检验结果是什么呀？回大人，属下得知
案发现场的凶器是柳强在铁匠铺买的，而柳强真正的死因是身体落在利器的刀刃而亡，刀柄也进入体内，并非人为所致。哎，我们的仵作验的是啥结果呀？回大人，我们的检查结果与邱仵作相同。那这个铁匠铺老板的证词有吗？大人，请过目。现在案情就基本清楚了。柳强勾结杨孝林，杀害了江家上下10几口人，这是灭门呐！后来发现当事人江清文还在人世，所以顿起杀心，并且提前购好凶器，准备杀人灭口。这刘喜儿感到是要帮助江清文反抗，结果柳强杀人不成，反死在自己的利器之下。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。刘大人，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？没有，没了。李大人，我看可以结案了吧？那当然结案。刘喜儿、江清文杀害柳强一案，证据不足啊，这就没有证据，所以无罪，当堂释放。老爷，我终于清白了。谢过李大人秉公断案。谢谢李大人。谢大人。委屈了，委屈了。跟夫人先回家吧，我一会儿就回去。老爷，你恭送郡主，郡主慢走。袁捕头，在，把杨孝林押回大牢。你和秦捕头负责保护他的人身安全，不得有误。是。秦捕头，寸步不离，保护杨孝林。是。媳妇啊，慢点吃，慢点吃啊！老爷，今天让我学会这些菜。你也知道牢饭不好吃啊？是，那哪是人吃的呀？以后再也不吃牢饭了。老爷夫人，七仔谢谢你们替我爹娘报仇。这回我爹娘在九泉之下也能合上眼。大恩大德，七仔下辈子都还不完，这辈子一定当牛做马，伺候好夫人，伺候好老爷。嗨，七仔，不说这个，咱们都是一家人啊。七仔，这事儿你得谢谢你喜儿哥。对，我怎么把喜儿给忘了呀？喜儿，谢谢你啊！要不是你，我连命都没了。别，都揭露外头了。刚刚老爷还说了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哎，刘霞，你是不是拿人家七彩当妹妹，才救的人家？因为人家送给我的一个荷包，我想总不能辜负了人家志彩吧。那你是把人家当成什么人，才那么拼命呢？你说。哎呀，你少说两句吧，吃你的肘子。我这不是给他个机会吐露心声吗？行了，你踏踏实实让他吃顿饭吧。这问题啊，以后我回答。对，来，大伙儿一块喝一杯。来，哎，老爷，夫人。
张大人，啊，到你了。啊。苍大人，你平时下棋一向果断，为何今日举棋不定呢？啊，傅大人，我还真不知道这下一步该怎么走了。这很好办呀，这个子儿舍了。可是这个子儿，我真舍不得。张大人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你又何必在乎这一兵一卒的得失呢？话是这么说呀，可这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啊，难呐。顾全大局。二哥，你说咱们真是在哪儿都能碰到啊？没想到在我林钦州的大牢里都能遇得到，咱们真是缘分不浅啊！你是？我是柳强的兄弟，我已经查清楚了，那些黑衣人就是刘墉派来的，目的就是为了那批银子。你快告诉我，银子到底藏在什么地方了？你。军郎，给我！刘墉既然抓到了人，他就不会把人给你，你又上他当。张大人，您一定是误会了，那人都在咱们手上了。他刘墉有再大本事，还能做出啥花样来？你说你，老爷啊，不好了，杨孝林死了。什么？怎么死的？袁长春在牢里把杨孝林杀了，逃走了。袁长春，这还不明白吗？这刘墉就是在等杀杨孝林的凶手出现。谁是杀杨孝林的凶手，谁就是幕后黑手。哎呀，李大人，杨孝林死了，而银子也找不到，参与劫持银子的人还是你的手下，我看你怎么跟上面交代，好自为之吧你。哎，不，这张大人，老爷，老爷，哎呀，催命啊你呀！袁长春呢？不见了。秦朗呢？
可能是去追袁长春了。那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派人去追！绝不能让袁长春落到秦朗的手上。是，快，是。大人，杨孝林死了，袁长春就是第三方，是他干的，卑职保护不力，还请大人责罚。不怪你，秦捕头。袁长春是第三方势力，这个谁也想不到。而且他是本地捕头，他杀掉杨孝林，实在是防不胜防。他人呢？大人，袁长春已经跑了。杨孝林死前跟我说藏银子的地点在翠湖，我担心袁长春也知道了。不好，快！弄死他们！银子都是你们的。老爷，什么情况？哎呀，百姓们集体告状，集体告状，这次是集体失踪啊！怎么了这是？这么多的苦伤，怎么说没就没了？哎，东昌的百姓真是可怜啊！竟摊上如此糊涂的知府。嘘，这位小哥，小声点，小声点。怎么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难道还不让人说实话了？你一夜之间失踪5人，且个个身份显赫，非富即贵。东昌知府竟将此案列为人口走失，并且在此张贴寻人告示。这不是糊涂，这是什么？那您说是什么呀？绑架？什么？绑架？谁说这是绑架？大人，蛊惑民心，制造恐慌，给我拿下！是。哎，你看看，大人，小人知错了，小人知错了。带走。大人，大人。大人，您找我？哦，秦捕头，来坐。哎，
什么事儿？大事啊！秦捕头，就昨天晚上一夜之间呢，东昌府5大富豪全部消失。哦，你都知道这事儿了？您的寻人告示贴得满街都是，谁不知道啊？哦，你说说，你怎么看呢？我在看告示的时候看到一个秀才，他说是绑架。那还用他说？我当然知道是绑架呀。那您为什么这么快就把寻人告示贴出来啊？您就不怕那个绑匪撕票啊？我就是怕他们撕票才这么干的呀。为什么呀？你想啊，金捕头，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你们家，当然我是举个例子啊，你们家有人被绑了，而你呢，没有得到任何人的任何要求，作为你会怎么办？报案呢？报案。嗯，好，我们再替劫匪想想，他劫完了人，他不索要赎金，相反，他让人质的家属去报案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不知道，无外乎仨原因。第一个，这绑匪啊跟那人质本身他有仇，他奔命去的，他就不要钱。但是一个劫匪跟5大家族都有仇，这不太可能吧？那么第二，他是冲我来的，因为这东昌府现在是我的治下呀，这儿归我管呢。一夜之间5大家族，这还是地面上有头有脸的人，这事儿小吗？朝野震动，我再办不了这案子，那肯定治我的罪呀。所以说是冲我来的。那么还有第三，投石问路。投石问路，因为他想看看我的反应，他才定如何去索要赎金。他不明白我断案的路子呀，他想看看我怎么个出手，他再见招拆招啊。那如此说来，大人您之所以这么做，是为了有意麻痹绑匪。我必须告诉他，我是个蠢材，我是个笨蛋。他这一大意就露出线索来了，我就方便断案子。大人说得对，金捕头，你觉着如果说这3个可能性都成立的话，那你觉着这绑匪他是什么人呢？大人，我不知道，但是听您这么分析，首先他对东昌一带非常了解，他是东昌的本地人，所以能一夜之间带走东昌5大家族的富豪。还有就是他对您不够了解，所以可以推测出，在您的在任期间内，这个绑匪不在东昌，他是刚刚出现。哦，看来秦捕头对他们很了解呀。啊，老爷，哎，老爷，绑匪来信了。你看这不是来信了吗？索要赎金10万两，署名草上飞。金捕头，你认识这草上飞啊？回大人，这个绑匪就是杀我大哥的凶手之一。夫人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还行吧，不天天都这样吗？大哥，大嫂也在。二弟，你是找你大哥有事要说吧？啊，那我先下去，你们聊啊。好，夫人慢点啊。大哥，哎，二弟，
大哥，我找到湖江湖海那伙人的消息了。你怎么找到的？就是鬼眼那小子打探到的。啊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啊？抓呀！可咱们人手不够啊。据我知道的啊，这回他们只是路过，所以带的人手也不多。二弟，我觉得咱们应该上报给知府大人。大哥，你忘了上回是怎么让这伙人跑了的呀？好，你是捕头，听你的，啊！秦捕头，难道在那个时候你就怀疑蔡永昌跟胡家兄弟是有勾结的？那个时候还不能确定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我就和大哥谭川，还有几个捕快兄弟，一起去了七群山。于是就中了埋伏。不是埋伏，是技不如人。那伙响马并不是胡家兄弟，确实不是。我们根本打不过他们，那简直是一场屠杀。我已经看清楚了，情报准确，对方不超过10个人。好样的！行动！是，等一下，等等，怎么了？这些人好像不是胡家兄弟。怎么看出来的？胡家兄弟不过是一些山野村民罢了。可是你看看这些喽啰，很明显都是练家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些落草为寇的人啊，平常你要不让他们练2下子，他们会憋着。我跟你说，都是花架子，不足为惧。听我的啊！我说啊，这跟咱们知道的情况有出入啊。有什么出入啊？有什么出入啊？二弟，依我看，咱们要不就调查清楚了，再来。急死我了你！我跟你说，这种机会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这帮人就是属黄鼠狼的，见缝就钻。再等下回，那就没日子了。听我的吧，啊，就这么定。行动！在下草上飞，阁下就是秦捕头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受朋友之托来跟秦捕头求个情。你虽然在官场，我们在路里，但是大家都是习武之人，也算是朋友。希望秦捕头能放他们一马，不要再纠缠。谁告诉你习武之人就都是朋友啊？我是捕头，你们是贼。捕头抓贼是天经地义的。我警告你，草上飞，别仗着你的名号在这耀武扬威，多管闲事。赶快把胡家兄弟交出来，否则连你一起抓。都说秦捕头是一个火气大的人，今天算是见识了。秦郎，别以为你披着身官皮，老子就怕你。你最好马上离开，否则今天你们谁也别想活着出去。哼，这是你自找的。
娘的！你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快走，一起走！不能都死在这儿，回去照顾好月容。那天我真的怕了。大哥在最后一次冲上去之前跟我说，让我照顾好大嫂，我就跑了，跑得非常狼狈。金捕头啊，不必太自责。啊，你说那个害怕呀，我想，可能是长时间由于自责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臆想，你还是觉着自己身上有份责任。大人，大哥是我害死的，那会儿兄弟也是我害死的，我欠他们的。那你说你去了之后就中了埋伏，那说明是提前走漏了风声啊。你后来就没有设法找这帮人吗？我一直在找。您看，我四处打听，才知道这个镖是荣城3龙之一白龙的独门暗器。在那件事之后，没有人见过他们，也没有人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。但是这个草上飞的名号很大，很多人都会冒充顶替这个草上飞。比如说林青州就有一个叫草上飞的。林青州也有一个叫草上飞的。是的，这个草上飞在林青州附近做了很多的大案，但奇怪的是，这2年也已经金盆洗手了。这些做响马的很少有一辈子做这一行的，都是做几票大的就收手，或者投靠比他们更大的势力。那你觉着这次绑架是哪个草上飞呢？这个我不敢确认，但是只要让我见到他，就一定能判断出他是不是东昌府的草上飞。草上飞，刘汉，他怎么跑东昌府去了？这个草上飞不是刘汉，刘汉我刚刚见过。东昌府也有个草上飞？可能这些匪贼都想拥有一个响亮的名号吧。没那么简单，没那么简单啊！刘墉刚刚回到东昌府，东昌府就发生了如此大案，而且劫匪还是我林青州的人。这其中一定有某些关联。草上飞，难道臧海坤那个手下侍卫张英现在何处啊？我刚刚看到他离开林青州。这就对了。哈，臧海坤这个老狐狸，他这是想栽赃陷害啊！大人何出此言？他本来就怀疑这账本在我的手上，他这是想借刘墉之事逼我就范。大人的意思是，这个东昌府的草上飞是张英搞的鬼？很有可能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东昌府一夜之间被我林青州的匪贼绑架了5位富豪，刘墉会善罢甘休吗？他一定会不择手段查个水落石出。您是说，刘墉会重返林青州调查草上飞？最怕的就是这样啊！可是臧海坤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啊？难道他不怕老爷跟他鱼死网破？能好好活着，干嘛非得选择死呢？我想啊，我就是把这个账本还给臧海坤，他也未必能放过我。对他来说，一个账本只是剥了他一层皮，可对于本官来说，那就是身家性命。
这样，你马上带着草上飞、刘汉去一趟东昌府，此行务必把捣鬼之人给我查个水落石出。是，去吧。大人，我已经让人冒充林青州的草上飞，绑架了东昌府5大家族的人。做得好啊，正好可以牵制一下刘墉。大人，您说李耳朵会不会猜出是我们干的？猜出来，他就知道账本该怎么处理了。只是，为什么派他的管家去东昌府呢？这样，你去趟东昌府，你就逼他的管家把人质都杀了。只要没有了人质，我就可以参他刘墉办案不力这一本。没想到你离开的这段时间发生了这么多事儿。嫂子，袁长春就是罪有应得，谁让他当年干那些事儿了？我这是解我心头之恨。你当年已经教训过他了，为什么非得要他的命啊？谁让他差点把武子给害了的？武子是我弟弟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太清楚了。你不要总是因为原来的事情，对他毫无底线的纵容，这样反而是害了他。嫂子，我能为武子证明，袁长春就是诚心找茬，拿武子开刀，还把他打成那样。你说这事儿我能不能忍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？秦大哥，你什么时候才能放下你心中的仇恨？每当我一闭眼啊，这些画面就会自动浮现在我的脑海当中。你说我怎么忘得了？啊？袁长春的事儿和你没有关系，谭川的死更和你没有关系。大哥是因为我而死的。他不是。如果当年我冲回去，大哥可能还活着。没有如果，人的命天注定，你掌握不了任何人的生死。秦大哥，你能做的所有的事情，你都已经做了。你答应我，从现在开始，放下你心中的仇恨，不要再想着去报仇了，行吗？我真的做不到。你还想怎么样啊？你一定要找到当年杀死谭川的凶手，替他报仇，这样你心里就舒服了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舒服点吧。秦郎，你这次杀死袁长春，刘大人已经对你法外开恩了。如果你现在还想着去杀人，你对得起他吗？你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这样的好官，我想让你成为一个好的捕快，完成你心中的梦想，而不要因为仇恨遮盖你心中那份正义，行吗？答应我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来，吃菜。同知大人。同知大人，秦郎请求辞去东昌府捕头一职，
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不是，啊，我刚刚听到你的脚步声，你一下就出现在我眼前了。是什么事儿啊？这不行。为什么呀？五大家族绑架案没破，刘大人交代了，从今天起，府衙里所有人都不得告假，明白吗？你想辞职就别想了。那就让他辞退我。你，哎，走开！老爷，这点心看着真不错。刚刚排那么长队呢，你要尝一个吗？我不吃了。老爷夫人，给点吃的吧，好几天都没吃饭了。来，快，来，给孩子拿。正好这儿有，拿着。来，给你一个。哎，给你一个啊。多大了？8岁了。为什么要饭呢？我们没有父母，不在大街上要饭，我们会饿死的。哎，孩子们。除了吃饱了肚子，想不想念书识字啊？当然想了，可是我们没钱。哦，哎，咱这么着啊，我要能给你们找一个又能吃饱肚子，还能念书识字，还不要钱这么一地方，你们看怎么样啊？不信是吧？怎么着？给我1个月，啊，1个月以后，我给你们找这么一地方。又念书又吃饱肚子还不要钱，好吗？那我们拉钩。啊，行，来拉钩。行，快给孩子们吧！啊，有钱没有？给拿来。来，快拿着。拿着点钱呢，先买点吃的啊。不够了，上衙门找我去。咱们说好了，1个月啊，1个月。谢谢老爷，谢谢老爷。行了，去吧。没事，快去买吃的吧。老爷，您这是打算带他们去哪儿啊？哎，徐武那家产不充了公了吗？留着干嘛呀？我做主了，连学堂带粥棚一块开。老爷，我可找着你了。怎么了？衙门里出大事了。我离开这么会儿，能出什么大事啊？百姓们集体告状。告谁呀？秦捕头，说他徇私枉法、滥用私刑，还强抢民女。走。刚装好的药包，来看看。刚装好的药包。今儿这人不少啊！好，下边所贵何人，所告何事啊？一一道来。大人，我先说。不要乱，一个一个来，啊！你先来。草民王大福，家住城东，以务农为生。就在刚刚，秦捕快闯进我家，以偷盗为名抓走我女儿，这是状纸，请青天大老爷为草民做主。下一个。师府大人，民妇田氏家住西街，与丈夫经营一家饭馆。秦捕头带人来吃饭，却不给饭钱。我丈夫前去与他理论，结果遭到一顿毒打，并以偷盗之名将我丈夫带走。这是状纸，请父母大人明察。好，下一个。秦捕头现在何处啊？回知府大人，秦捕头在东昌府大牢。速去传他回话。是。行了，乡亲们，案卷先放在这里啊，容本官慢慢看来。如告所实，本官绝不偏袒。
啊。谢大人。这功夫也不早了。这么着吧，刘喜儿啊，刘喜儿，哎，老爷，去跟伙房说，就说我今天啊，请各位乡亲们吃饭啊，让他们多做点饭菜。老爷，这要是都请的话，咱们衙门哪有地方啊？哎，不然这样，我带他们去宾满楼，就对面那家做的饭菜挺香的。哎，乡亲们，走，跟我去，走，大家慢一点啊，去吧。刘喜儿，哎，你留一下啊。你们都退下。老爷，你真大气啊！你给我跪！我说让他们几个在衙门随便吃点便饭就完了，你这可好，宾满楼，这饭钱你懂。老爷，你误会了，没关系，我现在去把他们轰走。你滚！你拉出去的屎还能坐回来呀？那怎么办啊？就这么办呗，还能怎么办？行了，你去帮我办点事去。什么事？你呀，赶紧追上刚才那个衙役，你跟他说不用叫秦捕头回来了。再有，去永福客栈把孟南姑娘给我找回来，去吧。好嘞，我这就去办。慢慢吃啊，两位客官。来壶酒。姐，咱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什么日子都不是，说是官府衙门请客。衙门？为啥请客？我怎么知道？我还想问你呢。我也不知道。哎，对了，姐，秦大哥今天中午不回来吃了，让我给他捎点饭菜过去。哦，他最近忙什么呢？咱东昌最近不是抓了一伙惯偷吗？已经抓了一部分可疑人物了，他正审着呢。行，那你去跟后厨说一声，让他们多炒几个菜啊。小二加菜。哎，孟南姑娘，找着你了吗？没有啊，他找我有事儿。哦，哎，刘喜儿跟我说他找你，喜儿没告诉你啊？喜儿没跟我说。这孩子稀里糊涂。来，夫人，坐啊。夫人，找我有事儿啊？好事儿。哟，什么好事啊？我爹已经来信了，说皇上已经答应调你回京城，半个月之后就下旨。皇上既然要下旨调我回京，那干嘛要等半个月以后呢？这我哪知道呀？皇上答应已经不错了，你还不能等半个月了。哎，孟南姑娘，夫人在这儿呢。夫人，你不是要找夫人吗？啊，孟南姑娘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对，夫人，我是找您有点事情啊。说吧。来我屋里聊吧。哎，好嘞，夫人。哎，去吧。来，孟南姑娘，来坐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夫人，那个怎么了？其实是刘大人找我有事儿，他怕您误会，所以说成是……对不起啊，夫人，孟南不会撒谎。没事儿，来坐。哎，这个刘墉啊，还真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孟南姑娘，其实我没你们想的那么小心眼儿。我有时候就是有点不自信罢了。夫人，您还能不自信呢？你没想到吧？我一个格格，
我和老爷成亲这么多年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就是怀不上孩子。我心里啊，一直觉得挺对不起他的。而且老爷到了这个年龄，又是朝廷重臣，如果一直没有子嗣的话，这也说不过去啊。人人都说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说，我这不是陷老爷于不孝吗？夫人，我觉得您这话倒是严重了。梦楠虽不能完全体会夫人的难处，毕竟我是一介草民，从小到大也没那么多束缚，倒也活得自在。其实有时候，我还挺羡慕你的。夫人，我觉得您别一个人把事儿都放在心上，只要您跟大人两个人好好的，开开心心，那其他的都不那么重要。木南姑娘，你说这些啊，我都懂。可你说，老爷他也会这么想吗？夫人，大人怎么想，那还是得看您怎么说。让你杀人，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这个秦朗怎么突然跟变了个人似的？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说不说？同伙是谁？说！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说不说？我明白了，说不说？他在给我下套。让你杀人，我让你不说。千万别跟秦捕头说我来过。保护你同伙是吧？让你不说。嗯，打死你！这是怎么了？我打死你！去吧，拿着办去吧。啊，办。可是大人这时间太紧了，我怕卑职能力有限。大哈素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可是给你擦屁股的。我这废什么话呀？你不跟他说秦朗能犯这么大错吗？那个说到最后，你跟他是同罪。大人，我可都是按您的吩咐去办的。我现在不认了，你怎么着？你什么你啊？办去。知道了，大人。卑职这就去。全都给我出来，集合！王大福，你可知罪啊？老爷，我是原告啊，我是原告。你女儿啊，是去年5月份嫁到城西老孙家的，过门之后不思孝顺，反而要吞占人家财产，逼得老婆婆上吊自杀，老公公现在不知所踪，可有此事啊？大人，我的亲家。我问你可有此事？是有此事。养不教，父之过。既然你不懂怎么养闺女，本府就找一个人替你管管你那恶女，不过分吧？同意，草民同意，草民同意。田氏，民妇在。你的饭馆啊，是开在商道上。客人都是过往行脚的商人，你作为本地人，不尽地主之谊也就罢了，反而利用本地人的身份敲诈勒索，人家过往的行人嫌事儿多怕麻烦不告你，不等于你就可以这样继续下去，一顿毒打算是给你提个醒儿，过分吗？大人所言极是，民妇知罪。咱们再说说你啊，你告什么来着？回大人，草民不告了，不告了。你怎么不告了？
草民知罪了，草民知罪了，草民知罪了。哦，确定都不告了？不告了，不告了，不告了，好，退堂。起来吧，跪下！大人有令！快走，快走！草上飞一出现，秦朗就急着要辞去官职，看来他是铁了心要给他大哥报仇。他这么做是不想连累我。啊？刘墉怎么知道的？听说是那个达哈苏前去调查的。这个秦朗啊，他想用这么个方法逼着我罢免他，他又不肯出卖良心，那我就只能是就坡下驴了呗。还是大人高明。不过这秦捕头万一想出什么别的办法逼大人就范，那怎么办？哎，说句心里话呀，我是真喜欢秦朗身上那股子硬气劲儿，所以我不愿意让他离开衙门。再说现在啊，急需用人，他一走呢，我还真是有点抓瞎。大人，您说的可是林清州的案子？不瞒你说，皇上已经传下话来了，半个月以里，我要再交不出点东西，就只能一辈子留在这东昌府了。大人，看来现在坐山观虎斗是斗不成了，你这必须得主动出击啊！主动出击我也想啊，可是现在这情况，哎，难呢。大人，您是不是已经有妙计了？妙计谈不上，就是个损招。是什么？再说吧。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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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嚷嚷什么？没有看见老爷在玩宠吗？老爷，你可别玩了，吴大家族传话了，说绑匪又来信了。什么信？交赎地点时间都定了。怎么定的？今晚丑时，齐群山菩萨洞前的茅草屋。小人啊，叫秦朗。秦捕头能去吗？你先叫。好嘞。秦捕头，秦捕头，老爷说让你今晚丑时去齐群山的菩萨洞抓草上飞。跟大人说，我身体不舒服，让他找贺子峰去。贺子峰不是陪着夫人去济南了吗？再说了，这也不是人家分内之事啊。我发现你一个捕头，让你去你就去，废什么话？你给谁喊呢？给脸不要脸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再多说一句，我废了你！秦大哥，滚！这秦捕头疯了，你可得管管。老爷，怎么了？那个秦捕头的二话不说，上来就给我击倒。要不是我闪得快啊，我可能见不着老爷您了。怎么了这是？这还动手了？可不是嘛。这不对呀，这打狗还得看主人呢，这个干什么这是？老爷，你说的很对呀，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的人呀。哎，老爷，我怎么听着那不对劲儿啊？就是不对吗？就是秦朗不对呀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哭了，老爷给你做主啊。老爷，你一定得大嘴巴子抽他，抽他。今儿啊，你这么说，你去趟祈祷厅，你找上那个达哈苏，带几个捕快，一块儿去菩萨洞，快点。好嘞，老爷，我懂了。大人，您怎么还亲自来了？你做的好事，心里还不清楚吗？属下实在是不知啊。
这刘墉好不容易才从临清州离开，你为什么又要派你的管家去东昌府啊？啊，你这不明摆着拿自己的脑袋让别人砍吗？哎呀，臧大人，您是有所不知啊，眼下东昌府出了个劫匪草上飞，还劫走了东昌府的5名富豪。可这劫匪的名字叫草上飞，正好跟属下质地的一个山贼同名。属下是担心刘墉在搞什么鬼，所以才派管家前去打探一下。哼，东昌府冒出个绑匪，就让你坐立不安了？我看你呀，是让刘墉吓破胆了吧？哎呀，大人呐，您是稳坐济南府，实在不知这刘墉有多狡猾呀。嗯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好像在责怪我呀。啊，属下不敢。只是这虽然暂时让刘墉离开了临清州，可属下深知此人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这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属下可能就真被他所抓呀。还指望大人您念在属下多年服侍的情分上，到时可要救属下呀。行了，不要说丧气话，你就按我说的做，我保证刘墉动不了你。除非你有别的想法。大人，这您放心，属下对您一向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呐。那我现在就派人把管家叫回来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派张英去了。你只要守住临清州，记住，心里不要有更多的杂念。属下明白。嗨，刘大人，不就是一个绑架案吗？至于搞这么复杂吗？我有我的目的，你照做就好。嘿，我干不了，你找别人吧。这里你武功最高，只有你干得了。我又不是您手下，干嘛什么都听您的？我就干不了。子枫啊，你觉着孟楠姑娘这人怎么样啊？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？子枫啊，我知道你啊一直对孟楠姑娘有仰慕之情，而且呢又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岁数，你帮了我这忙，我撮合你们俩，你看怎么样？真的？你不会骗我吧？婚姻大事岂是儿戏啊？太好了。哎，但这孟楠姑娘能听您的吗？她是我徒弟，不听我的，听谁的呀？哎呀，是啊。行，那我帮您办。一定要办好，否则我让孟楠姑娘一辈子不搭理。刘大人您放心，4个字：手拿把掐。去吧，您请好。哎，刘管家，一会儿要是打起来怎么办啊？冲啊，必须得冲啊！要不然咱们上这儿来干嘛呢？可不是说让咱们来坐镇指挥的吗？坐什么镇啊？指挥有我一个人就行。你行，那你指挥打起来，那我呢？你也得冲啊！我冲！刘管家，我是个文官，我来。放心去吧，
不会有危险。王妃在试探咱们，你要让王妃认为我们上当了。而且秦朗一定会去菩萨洞，快冲！我冲！我是文官，我冲！屋里面的人出来一下，给你们送银子来了。兄弟们，跟我冲！是，快！哎！我冲！我冲得了吗？我！哎，屋里没人，小心有埋伏！快，找我银子，快撤！快！走，快！走快点！哎，子枫啊，来的正好，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大人倒点水啊！啊，好，你倒赶紧告诉我事儿办的怎么样了？啊？原来你也有着急的时候啊！我不是说了吗？没我贺子枫办不成的事儿。您呐，猜的没错，菩萨洞果然有绑匪监视。我跟踪绑匪，找到了人质，5大家族都救出来了。按照您的要求，我安置到了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，没人能找得到。不过我就不明白了，您为什么不让我把他们直接送回家呢？不行，这戏还得接着往下演呢。秦朗呢？哦，秦朗确实去了菩萨洞。刘大人，您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这就是个药引子，这得等药出现。哎，刘大人，那这真正的药到底是什么呀？药水啊。行。哎呀，刘大人，您快告诉我吧，我这都憋了一路了，是什么呀？啊？我能告诉你啊。不说拉倒。你说钱都交了，怎么事啊？这是回事儿，这事不能这么办啊！拿来人，你得好好说法，不办事儿。就是哪有这样的啊？来！我说各位，怎么个意思？咱们这是？知府大人，这赎金已经给您了，我们老爷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是啊，此事可不宜张扬啊！行了吧，知府大人，我们都听说了，您昨晚把那个草上飞给放跑了。哎，不是被草上飞给打跑了？没有这么回事啊！我告诉各位，他是这么当回事。昨夜呢，本府先派一拨人埋伏在菩萨洞门口，派另一拨人拿着赎金进去换各位的家人。我心的话，先把人质换出来，我再派人进去把草上飞一举拿下，这不挺好吗？没想到，这个草上飞呀，他精得很，他就没把人质给带来。我一看这不行，钱当然我也没给他，择日再谈，一手交人，一手交钱。当然了，各位的银子放心啊，一定也少不了啊。等到结案之日，钱人一块归还各位啊。大人，您说的可是真的？这能骗你们吗？但是你们现在这么一闹，你说怎么办？啊，你们现在这么一闹，等于通知草上飞此事已经惊动了官府，他就算知道了，你们说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那知府大人，这小子，您看现在可怎么办呢？是啊，怎么办呢？行了，本府帮你们想个办法吧。今儿啊，咱们那个天恩书院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准备的还没准备好，干什么呢？你们，这各位富豪都来了，
人家捐赠的银两都已经放在这儿了，你们干什么呢？你们？哎，老爷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诸位这边请，来，走，哎，行。张大人，您怎么来东昌府了？李大人命令我全力配合您。五大家族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？五大家族的人质被救走了，还没查清楚。不过我感觉此事有蹊跷，我觉得刘墉在用这件事情做文章。不管他想干什么，臧大人让我转告，尽快找到那些人质，然后把他们杀掉，离开东昌府。那我去找他们的家属打探一下。你先去找秦朗吧，他一定知道人质在哪儿。那臧大人的意思是？臧大人什么意思你就不用管了，执行就好。哦，是。各位父老乡亲们，今儿啊，咱们这天恩书院就算是正式开张了啊！没别的，先向咱们几位慷慨解囊的大善人，咱们深施一礼啊！开个书院好事儿，别的不说，先解决咱们这个孤寒儿童吃饭跟住宿的地方，是吧？孩子们还能念书，这备不住将来呀，就能培养出国家的栋梁之才来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咱们请了郝先生，好好教咱们孩子啊！哎，还有我自己也一定啊，老关注这个事儿，注意咱们这书院，大伙儿放心啊！哎，好。大管家，您看看这个。管家，来信儿了啊！知府大人，知府大人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们收到绑匪的信了。知府大人，我们也收到信了。知府大人，我们也收到绑匪的信了。